女子未婚生子，男友卻抱着女兒失蹤，上門討要反被原配暴打，這究竟怎麼回事？新來的朋友點點關注，我們來看事情的來龍去脈。眼前神情緊張、東張西望的女人叫陶心，她告訴我們，半個月前男友王超持刀把她趕出家門，隨後更是發来信息威脅不讓她出現在當地。如今她已无家可歸，在朋友家借宿。那麼男友為何把她趕出家門呢？對此陶心怎麼想也不明白。她說她是從雲南來到長沙打工，是一家洗腳城的洗腳妹。2年前她認識男友王超，王超是當地的小老闆，為人豪爽大方，朋友眾多。認識沒多久，兩人很快坠入愛河。戀愛後，陶心便住進了王超的家中，兩人同居2年並生下女兒。王超也承諾要跟她結婚，可女兒不到7月大時，王超卻把她趕出家門，女兒也跟着失蹤了。難道真的是王超把女兒偷走了嗎？他如今又去了哪裡？陶心帶着我們來到他跟王超生活過的出租屋，可王超並不在，多方打听下才知道男友回了老家。於是他決定去問個清楚。眼前這個男人就是王超，看見女友的到來，他顯得十分緊張，無論記者如何詢問他都不願多說，手足無措的舉動似乎非常害怕被人發現。他神神秘秘地說要換個地方談，似乎要掩人耳目。那麼這對情侶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？王超為何要如此神秘呢？隨後王超帶着我們到一處偏僻工地，提起陶心，王超毅然憤慨起來。他說半月前兩人吵嘴，女友拋棄了孩子，迫切離家出走。王超的說法與陶心截然相反，真相究竟是什麼呢？陶心反駁說，要不是男友脾氣暴躁，在爭吵对自己動了手，他也不會離家出走。如今他來就是想見一見女兒，可王超說什麼也不讓。在王超眼中，陶心比他小13歲，年輕貪玩，整日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出去喝酒唱歌吃宵夜，完全没有責任感，性格又固執，根本沒有盡到做母親的責任。想到許久未見的女兒，陶心淚如雨下。女兒才7個月大，男友為什麼要剝奪她作為母親的權利呢？兩人的女兒又在哪裡？王超透露，女兒就在家中，可陶心提出看看她，卻一再推脫。王超遮遮掩掩的態度讓陶心百思不得其解。更讓陶心不解的是，兩人戀愛期間，王超說過要帶她回家商量結婚的事，可如今王超突然反悔，這背後究竟還隱藏了怎樣的秘密？就在此時，陶心發現了關於男友的一個大秘密。在男友使用過的手機裡，陶心驚訝地發現，竟然存滿了另一個女人的照片。看到這些照片，陶心心亂如麻。這個女人究竟是誰？男友掩飾的背後是為了她嗎？為了弄明白真相，陶心再次來到男友家中。可是此時王超並不在家，眼前這個中年婦女就是王超的母親。見到陶心，王家母親感到十分陌生，因為兒子從未跟他提起過有個女朋友。此時陶心才知道，王超的婚姻承諾都是哄騙他的借口，玩弄他的感情。他說他離了婚，但是我那時候來了這裡，他把我帶來分这个事情呢，你看你自己有責任不？你要調查噻，動去誰跟動過去的？我有責任，問題是他現在他這樣子騙我了，把我小孩生了還不讓我來看，真的是我怎麼是騙你的？你那知道的了，沒離婚的了，一直他是說他離了婚了。你說你自己調查清楚，你怎麼隨便便作為一個人家還沒有離婚是吧？怎麼離婚呢？還沒來得及傷心，王家母親的話再讓陶心猶如五雷轟頂。原來男友王超都沒有離婚，2年來他竟然被蒙在鼓裡。聽到外邊的動靜，王超的妻子走了出來。王超手機上的照片就是他的妻子袁平。見到陶心，袁平氣不打一處來，他憤怒地說，他早就知道陶心的存在，但為了這個家庭的完整，一直隱忍不發，也從未去找過陶心。可沒想到陶心竟然主動送上門，周圍的鄰居也紛紛為袁平打抱不平。陶心一時間成了眾矢之的，面對大家的指責，陶心百口莫辯，她也是輕信了王超的話，才莫名其妙成了別人的小三。那麼袁平知道丈夫跟陶心在外生了個孩子嗎？袁平坦言，早在半個月前她就知道丈夫在外生子的事實，這半月來女兒一直由她照顧，已經會開口叫她媽媽了。聽到此話，陶心淚如雨下。當真相大白，王超已經涉嫌重婚罪，陶心也為自己的錯誤感到深深的不安。如今她只有一個想法，那就是把孩子帶走。那麼袁平會同意嗎？袁平表示，雖然她不是小孩的親生母親，但她一直盡心盡力在照顧女兒，她堅決不會讓陶心帶走，甚至不會讓她再看到一眼。讓人不解的是，王超背叛家庭，袁平又為何心甘情願地照顧丈夫和陶心的女兒呢？袁平說，她跟丈夫結婚7年，有着深厚的夫妻感情。當丈夫把孩子抱回來那天，她的內心無比掙扎。如果撫養這個女兒，
無疑對她很不公平。如果不撫養她，又怎麼挽回和丈夫苦心經營的感情呢？況且他們還有一個6岁的兒子，她不想让兒子失去圓滿的家庭。大人的錯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为了这家，她只能選擇接受這個從天而降的女兒，做出了巨大的犧牲。如今陶心的出現，無疑在揭她的傷疤。於是袁平把怒火都撒在了陶心身上。這幾年的隱忍終於在此刻爆發。陶心內心明白，自己的行為給袁平這個家庭造成了無法磨滅的傷害。面對袁平的歇斯底里，他默默地抹着眼淚，懇求袁平能讓他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。可袁平無論如何也不同意。袁平還表示自己會帶大這個女兒，並且不會讓她與陶心相認。那麼陶心又該怎麼辦呢？此時的陶心已經泣不成聲，她委屈地告訴記者，自己也是什麼都不懂，才被男友騙到今天。每次吵架她都離家出走，一走就被男友拿她家人的安全相威脅，如今反倒成了她的錯。她內心的委屈無處發洩，這結果的始作俑者就是男友王超。那麼王超又該如何解釋這一切呢？同時欺騙這2個女人，面對他的將會是怎麼樣的結局？王超說，認識陶心時正值事業失敗，而妻子也在鬧離婚，心煩的他才會在一念之間在外尋找安慰，但這些都不能成為他背叛家庭的借口。他的行為已經涉嫌重婚罪，袁平作為合法夫妻是有權起訴追究他的刑事責任。但無論大人有怎樣的紛爭，陶心都是孩子的親生母親，理應有看望孩子的權利。在記者的勸說下，王超同意讓陶心可以看看孩子。半個月以來，陶心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女兒，她像個孩子一樣開心，她寵溺地抱着自己女兒，享受母女之間的美好時刻。破壞了別人的家庭，陶心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，她提出從此要和王超斷絕關係。在2個女人之間周旋的生活讓王超身心俱疲，他表示從此以後不會再打擾陶心的生活。那麼7個月大的女兒又該何去何從呢？袁平破天荒地接受了自己的女兒，陶心深感意外，但她作為孩子的母親，也想關注孩子的成長，盡到母親的責任。她提出能經常來看望小孩，那麼王超會同意嗎？最終王超承諾，陶心有探望孩子的權利，想來看望隨時給他打電話就行。但目前陶心沒有經濟來源，女兒會由他和妻子撫養長大，王超自願承擔所有的撫養費。在這段錯誤的感情中，最後以陶心退出收場。走到外面，陶心忍不住痛哭了起來，因為懵懂無知，愛上一個不值得托付的人，最後什麼都沒有得到，連女兒都拱手讓人，人生處處意難平。在陶心的淚水中有着無盡的懺悔。經歷過這段感情後，希望他能有所成長。看着陶心的離去，王超沉默不語。或許生意場上他習慣謊言，卻忽視了責任，因為自己的一念之差，同時傷害了2個女人，還傷害了無辜的孩子。希望他之後能擔起責任，做個合格的父親。那麼您對這段荒唐的三角關係怎麼看呢？歡迎視頻下方留言討論，我們下期再見。